Hello，大家，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走进一场灵魂的旅程哦。今天这个占卜啊，不是普通的占卜，它更像是宇宙写给大家的一封信。我们的主题是命运即将改写，然后要一一揭晓每一组你们即将到来的惊喜是什么。好，那在开始之前呢，先请大家深呼吸，吸气。感受空气流入到身体里面，吐气，让心里那些紧张、疑惑还有担心慢慢的放下。我们专注在接下来的牌卡选择跟牌卡的阅读上。Hello， 大家，蜜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牌卡。首先呢，你们的第一张牌，兔子之灵 Rabbit Spirit。好，牌面上啊，是一只有翅膀的很漂亮的大大的兔子，它的毛很柔软，而且闪着光泽哦。它的耳朵高高的竖起，眼神看起来非常的灵动，周围呢还有几只小兔子，所以这张牌啊象征着生命力跟繁衍哦。首先感觉到，如果你是有在备孕或是求子的朋友，这张牌给你们的讯息是非常的正面哦。现在是一个幸运的时刻。那对于其他的朋友来说啊，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刻，现在是一个机会正在浮现的时刻，机会可能很快就来到了，但同时呢，也要注意的是，你需要伸手去接住即将到来的机会，因为幸运不是用来远望去观看的，而是你要把它接下来，就像兔子在草原上跳跃一样，你们也要就是很灵动的、很激动的看哪里有机会就把它接住、接下来哦。那有些人会说，等我准备好了再去尝试。但是宇宙给大家的礼物啊，它往往不是等你准备好了才来，有时候惊喜会在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现哦。那一刻呢，其实大家需要的并不是完美，并不是准备好，
而是勇敢的去承接宇宙给你的礼物、幸运跟惊喜。而且大家知道吗？在三维世界的层次中，兔子它象征的就是物质世界里的行动力，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抓住的这个机会，这个幸运是跟你物质啊、财富大幅的提升有关系哦。宇宙想要告诉你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要抓住这个时间点哦。好。Turtle Spirit， 好，我们乌龟之灵，乌龟的精神出现咯。画面上的这个乌龟啊，它背着很厚重的龟壳，在蓝色的海水中慢慢的前行，慢慢的游泳哦。那它周遭的这个水流啊，很安静，很沉静，然后又绵延不绝的感觉，很像是在时间的河流中缓慢的前进，稳稳的前进。这张牌给大家的讯息是缓慢稳定才能够赢得比赛。好，我觉得这张牌的讯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有些人很快，他可以赢一时，但是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很稳，所以你们可以赢一世。也就是说，你们的胜利它不是一个小的胜利，不是一次争吵的胜利，你们要赢的是整场人生的胜利。你不是赢这一次考试，或者说赢这一场战役，你们要赢的是整个局面、整个战争、整个人生哦。乌龟这张牌啊，其实想要告诉大家哦，特别是给那些如果你觉得现在你在低谷，你觉得你努力一直都看不到成果的朋友啊，其实人生啊，高峰跟低谷交错，真正决定未来的不是你在高峰的时候有多风光，有多开心多幸福，而是你在低谷的时候做了什么。很多人在低谷的时候会选择放弃是逃避，但是乌龟提醒大家哦，只要你还在一步一步的前行，其实奇迹惊喜就在等着你，就在酝酿中。所以呢，这是一个灵性的课题，因为乌龟象征的是时间跟耐性，你在现有的时间线中所做的每一步努力都会堆叠，直到能量满溢出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哇，这张牌不得了了，马的精神哦！我觉得这张牌的画面，它是很给人很壮丽的能量哦。一匹白马，它在奔跑，它很像正在向你冲过来，正在向解牌解读的人这样冲过来，然后它的鬃毛啊随风飘扬，眼神中充满了自由跟力量。这张牌象征的是新的开始 ，Freedom is yours。好，自由是属于你的。马告诉你说，当你能够抓住兔子的幸运，也能够像乌龟一样坚持到底的话，你最终会奔向属于你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束缚、没有压力，而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要走的路。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说呢，你们要达成的这个惊喜，就是你拥有人生的主导权，你拥有人生的自由哦。你不需要出卖你的时间去换金钱，这个自由可能是财务上的，你不再被金钱的压力所困住；可能是情感上的，你不被过去的创伤所捆绑；也可能是灵魂上的，你们不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可以走在你自己决定想要走的道路上。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从三维迈入到四维的一个过渡。在三维中我们追求的是生存，可是在四维的世界中我们开始追求灵魂的自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Clearly。 好，这张牌有一种透明纯净，然后也有一种把不需要的东西扫除的能量哦。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毛毛怪哦，有一只小鸟啊，好像在送什么美丽的圆圆的宝石给它，这个可能是它一直以来在寻找的
东西哦，引领期盼的东西，终于送到他手上了。好，我觉得大家你们在接住这个惊喜跟礼物之前，有些东西需要去放下，因为如果你不放下，如果你手里还拿着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的话，你就没有手，你就腾不出空间去迎接新的礼物。比如说，哇，你的衣柜啊堆满了旧衣服，再也不穿的旧衣服，那现在宇宙要给你很漂亮适合现在你的那种新衣服的话，你可能也没有地方放，不知道放哪里。同样的，如果你的心现在正在被旧的伤口、旧的模式，或者说旧的想法、旧的信念占据的话，宇宙的惊喜也会没有办法进入。所以呢，这张牌在告诉大家说，在时间跟能量的循环中，大家要学会释放，因为唯有放下，你才能够迎来新生。必须要把过去一些东西做一个告别，做一个整理。好，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有时候就跟它一刀两断，然后要往前看，往前走。而且其实你的未来是可以决定跟改写你的过去。其实这个例子我之前有提到啊，爱因斯坦小的时候被老师说反应很慢，不善言辞，是一个笨小孩，甚至一度被认为学习是有困难的。但是他后来提出相对论，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基础。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去看，就绝对不会说他很笨，反而会说他是不被传统教育理解的天才。所以大家你的未来绝对可以改变你的过去。你现在觉得是缺点的事情，在未来有可能成为你的优势，而且你们未来的成就会让人重新定义你过去跟现在的挣扎，或者说你遭遇的事情，你的沉默，你的与众不同等等的，你未来的这些惊喜，这些特质成就，你未来的这个亮点高光时刻，都会重新改写你的过去，会从未来的角度重新赋予你的过去一个新的意义。你曾经不被理解的孤独、失败、痛苦，未来都可能是你成功的重要铺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弃。而且如果有些朋友其实你现在有在思考自己曾经的经历、努力或是挣扎，有对人生进行一些盘点或是总结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产出的观点会非常有力量。因为我们并不是说要消除过去，而是消除一个对于过去的一种负面的信念或是想法，而是来重新赋予它一个新的价值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疗愈耶。你们抽到疗愈这张牌，这张牌我觉得很美，很喜欢这张牌。它是一个我觉得穿着白色衣服的小女生，小天使，她正在治疗这只受伤的毛毛怪。毛毛怪非常的巨大，可是它很虔诚的低下头，然后有一点是跪坐蹲坐的姿势，然后去跟小女生做连接哦。好，很重要的就是画面中的这一双手，她整个人这个穿白衣服的小女生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她的能量正在帮助毛毛怪修复身体，疗愈正在发生哦。我觉得疗愈的过程它其实是边走边修复的，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疗愈并不是在某一个空间进行疗愈，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我进行疗愈，而是你在前进的过程中慢慢的去修复你自己。所以这张牌在对大家说，不要觉得自己还不够完整，所以不敢踏出新的旅程，不敢为自己做选择。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在疗愈的路上了，你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会让你更加的强大哦。就像跑步的时候肌肉会酸痛，那个并不是错误，而是成长的过程。你的灵魂也是如此。好，过去的伤口它并不是阻碍，而是让你变得更坚强的印记哦。
所以在这张牌的能量，我感受到你们会开始理解情绪，接受循环，疗愈会展开，而且你们不需要再等了。在你们往前走的过程中，你心里某一个很深的伤口会被治愈。你不再问为什么，有些东西你放下了，你往前走了，我觉得你们心里的包袱啊减少了。你可以换一张开心的笑脸，继续往前走。好，哇，接下来这张牌不得了，这张牌是锚定的能量哦。哇，可以看到有彩虹的光，还有这个人啊，他正在接收来自宇宙的能量。好，有一个巨大的光从他的头顶照下来，穿透水面，让人感受到一种安定感。这个光帮助这个人可以深深的被锚定住，让他感觉到自己是稳稳的扎根哦。这张牌在讲什么？这张牌在讲宇宙给大家的惊喜，就是一个根基的确认。好，在你往前走、往前冲的过程中，需要有根。好，有的时候大家在人世间旅行，或是去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或是有很多经历，如果心里没有根，会觉得好像飘飘的，或是觉得跟这个世界没有连接，或是觉得找不到真心爱我的人，那这张牌在说什么呢？你们内在有足够稳定的力量，惊喜一定会来，而且这个惊喜你们有力量去承载。比方说呢，如果你想换工作的话，这张牌告诉大家哦，你们不只有能力可以去离开一个旧的你不想要的循环或是环境，你们还有机会去选择，而不是被选择。你们会有点像是培养一些良好的习惯，你整个人的能量提升了，精神状态提升了，身体素质提升了。好，你可以在新的环境中去稳定往前走。你们不再是等待机会，而是你让自己配得上这个机会。好，大家看到这张牌啊，也可以问自己3个问题哦。你的内在是否稳固？是否能够承接新的改变？你在哪些地方还需要更深的扎根？或是机会来临时，你准备好承接它了吗？我觉得这3个问题的答案呢，宇宙会帮助你们往正面跟正向的发展。因为这张牌的能量要传递给你们，锚定它并不是一个停滞，而是一种更有力量的选择。因为当你自己稳定了，生命就会把你送到你该去的地方哦。当你稳定了之后，扎根了之后，你才能够迎来真正属于你的惊喜。它并不是好像碰运气，我去试试看，而是准备好一个真正的好运，他要回应你。而且这个锚定啊，它并不是说因为我现在过得很不开心，因为这里很不顺啊，这个环境我不喜欢，我就想要逃离，任何方式让我逃离都可以。锚定是要帮助大家走向一个你真正喜欢的未来，而不是从这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所以锚定带来的惊喜，它可能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机会。因为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终于准备好了，你的能量稳定了，你不再自我怀疑了。同时啊，关键的人脉跟资源会开始出现，因为你开始吸引一些高频的连结。还有，我觉得某一天醒来啊，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会突然发现，过去曾经困扰你的问题，其实你已经可以淡然去应对，或是很多的问题都已经逐步的在解决了。所以大家要相信哦，当你稳住之后，整个宇宙会开始为你排队开路。当你稳住的那一刻，其实惊喜就已经非常的靠近大家了。好，接下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哦。
甜蜜的炼金术哦。好，感受一下这张牌好吗？这张牌我觉得很美，它有伤痛、伤痕的一个深度，也有转化过后的光芒，所以这张牌整体的能量是柔软中带有力量，在流泪后重生。这个也是进入为世界中的一个门槛哦。你们不再害怕情绪、伤痛跟挫折，而是可以学会跟情绪、伤痛还有挫折共舞，一起合作，一起炼金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的痛苦流过的眼泪都会化为养分。人生呢，可能总是你觉得有很多事情是你需要去解决的，你觉得有很多挫折或失落是你需要去经历跟克服的。那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们已经学会，就是将过去经历的这些事情，黑暗、灵魂暗夜，你去转化它，变成属于你人生中金光闪闪的金子。也就是说，其实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知道吗？惊喜来自于第一个是宇宙给你的惊喜，第二个是你就是你人生中的炼金术。你自己可以给自己制造惊喜，你受过的伤、掉过的眼泪都不是失败，因为你正在酝酿出下一个阶段的礼物。所以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痛苦它不是绊脚石，而是燃料；泪水不是脆弱的证明，而是你灵魂洗涤、洗干净的过程。所以你的眼泪就是未来的养分。这个并不是一句好像安慰的话而已，而是灵魂炼金的一个真理哦。每一场你经历过的崩溃，或是在晚上无声的大哭哦，其实宇宙都没有错过这些过程，它正在一点一滴把这些情绪转换成你未来最独特的能量跟资源。另外一方面，你们也是自己的炼金术，你们自己有办法去翻转你的人生哦。有些人童年缺乏安全感，长大之后他懂得创造一个安全的家，然后可以成为别人的避风港。有些人经历了失恋、失败，或是财务上的一些困境、破产等等，但是呢，也因此磨练出强大的一个情绪的韧性跟财务的智慧。有些人可能曾经失去过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后来更加的懂得就是活出你生命的意义，珍惜当下，重视每一个连接跟每一个好像生命的时刻。所以呢，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并不是靠忘记痛苦走出来，而是靠拥抱痛苦，理解它，转化它之后呢，你们会走出属于你们自己独一无二的一条路。而且抽到这张牌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即将正式踏入新的灵魂阶段。这张牌告诉大家你们正式踏入五维的状态，在五维中，生命不再是非黑即白，不再是只有成功或是失败的对立，一切都是转化的能量，一切都没有浪费，只有等待觉醒。好，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会从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转变成这件事情接下来要给我什么礼物、什么惊喜，当中有什么力量可以去运用呢？我觉得你们思维会有一个转换，当这样子的转换完成之后，你们就是人生中的炼金术士。好，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你内心有一个玻璃瓶，这个玻璃瓶装着你过去所有的痛苦，那个不被理解的你自己，那个失败、被放弃被抛弃，是很孤单的，在角落躲起来的那个你自己，你所有流过的眼泪，或是怎么尝试都不成功的这种无奈跟气馁，觉得需要跟整个世界对抗的防备心。好，想象这所有的痛，然后现在呢，把金色跟粉红色的光也注入到这个玻璃瓶中。你可以对这个瓶子说，
我愿意释放，也愿意转化。我的眼泪就是礼物，我的伤痛就是养分。好，宇宙，谢谢你为我去炼金，我现在也要为自己去炼金了。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练习哦。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哦。好，这张牌是 Ripple Effect， 涟漪效应，涟漪的影响力哦。有时候微小的改变呢，它会造成一种集体的共振跟扩散，就像是一颗小石头，把它投入到宁静的湖面中，它会有一圈一圈往外扩散的水波。这些水波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它一圈一圈的延伸到整片湖的边缘哦。那当阳光照在湖面上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涟漪每一个圈圈，它都反射着微光，很像是在跟第一组的朋友说，其实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世界记住。所以这张牌啊，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很安静但是强而有力的一个共鸣哦。第一组的朋友，你站在宇宙的中心，向外发送光跟频率，这个是因为前面啊，你们走过了炼金术的一个过程哦。你们的每一个小选择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就像是一颗小石头，它可以改变整片湖面的平静。所以很多时候啊，改变它不见得是来自于一个很大的动作，而是微小但是却持续的选择。比如说每天多花10分钟、20分钟去学习知识、去读书，3年之后啊，可能就改变了整个人生哦。每天对自己说一句我非常幸运，或者说我值得幸运，慢慢的可能就会改变你的观念、你的思想，并且吸引到不同的关系跟机会哦。这张牌是5维的提醒哦，因为你的能量会影响集体，你的行为会扩散到整个世界，你们的每一步都在创造未来。哇，这张牌的能量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强大。前一张牌甜蜜的炼金术，大家学会了如何转化自己。在下一张牌中，宇宙进一步提醒大家你的内在完成转化之后，会开始影响整个世界。所以大家，你并不需要一夜之间改变人生，你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去做一番大事。我觉得这跟乌龟这张牌也很像，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是一条长胜，就是我们会赢，我们最后会赢。我们要赢的并不是小小的一次争吵，或是好小小的一次这种斗争，我们要赢的是整场人生哦。人生是有很多方面，各方面都要平衡跟均衡，对不对？每一次你做的这个小小选择，它都是一个累积，这些小小选择的累积，接下来会带来很深远的改变。比如说呢，每一天呢，选择花一些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跟心理，每一天呢，选择不再责备自己，而是温柔的陪伴自己内在的小孩。这些小动作当下可能不会有惊天动地的改变，但是他们就很像在湖面上的小石头一样，它会一直扩散下去，直到改变整个现实环境的结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每一天的选择哦，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选择做健康的事，吃健康的食物，去运动等等，每一次对自己的鼓励，这一些都是你在为明天制造涟漪效应的机会。3年后的你啊，就是过去1000个这种微小选择的总和。好，所以刚刚也说过，这一张牌啊，你们的能量正在影响集体，因为这张牌正式开启了5维意识中的集体场域哦。你们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已哦，你的频率、你的情绪、你的信念跟你的选择都在影响到你周遭的人，特别是你周遭的家人、爱人、你的小孩等等，甚至是往外扩散集体的能量场。好，大家当你把自己过得更好的时候，别人也会看见，其实有可能去反转的。
当你选择疗愈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做对自己有利、好有益的事情，你就在为整个世界减少一份伤痛。你们就是那一颗石子，而这个世界啊，就是你激起的湖面，所以你们每做的一件事情，其实都可以往外扩散，往外影响。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哇，下一张牌我们是鲨鱼哦，无所畏惧。画面中这只鲨鱼啊，眼神很锐利哦，它好像在快速的游动，好像在看到周遭有什么机会要捕食猎物的感觉哦。那宇宙想要告诉大家哦，真正的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你虽然恐惧，但是你仍然勇敢的往前走。其实鲨鱼这张牌在跟大家说，翻转，人生翻转就在前方，你需要勇敢。可能你心里的恐惧跟害怕不会消失，但是你可以选择带着它继续往前走，往前进哦。有一种就是，虽然我心里害怕，但我仍然愿意去尝试，仍然去愿意去做。有些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啊，也是可能需要带着一点冒险跟尝试，并不是完完全全有把握才投入，因为其实很难就是把这个人摸透，除非你们真的是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哦。但如果你是新认识一个人，你很难在有限的时间摸透，但是你愿意在不确定中仍然选择去相信自己的选择，也相信对方。所以勇气并不是说你要战胜恐惧，而是你带着恐惧前行，你可以跟恐惧共舞，就像这只鲨鱼一样哦，它其实是有力量的，它其实是能够去观察这个环境，能够去做一些明辨是非的事情哦。因为你们是有智慧的，所以不要害怕你做出的选择，好吗？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最后一张牌哦。最后一张牌是灯塔。灯塔这张牌啊，是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圆满句点，也象征着灵魂旅程的一个完成跟回归哦。好，这张牌啊，在画面中看到哦，背景是美丽的这种星空啊。有一座很高耸的灯塔，它伫立在海岸边哦。前方的海浪波涛汹涌，但是这个灯塔它的光束就像一把利剑一样，穿过了所有的混沌跟恐惧，它照亮了前方可能未知的旅程哦。灯塔它并不会去，好像不会主动的去说话，然后它也不会移动，但是它就一直站在这边，一直的照亮，为迷途的旅人去照亮前方的路，去提供方向。所以这是一张引导的牌，这是一张信任的牌哦。也许你现在正在处于一个不确定的阶段，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不知道要不要放弃，处于一个迷惑、低谷、困惑跟努力，不知道会不会有收获、有结果的一个时期哦。灯塔在跟你说，你不需要知道整条路的样子，你只需要知道，当你需要的时候，光就会出现哦。你跟宇宙是一体的，你永远都在被守护。有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孤立无援，但宇宙会派人来帮你就是给你一些讯息，给你一些打气。比如说当你最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听到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讯息，刚好给了你力量，这个就是宇宙的灯塔时刻。我知道有些朋友在这一组可能觉得你自己是孤立无援的，你自己是求助无门的，但你可以去看一看生命中有没有这样子的灯塔时刻，或者是你可以把今天的牌卡解读当作是宇宙传递给你的一个灯塔的时刻，灯塔的一个讯息哦。好，那宇宙还想要跟你说，其实你不要害怕黑暗，因为光正在靠近你，它是用一个宁静的方式慢慢的靠近你，
它并不是一个好像空泛的一句安慰，而是你灵魂深处的一个事实哦。在你整个旅程的最终的篇章啊，你会进入5维世界，在3维世界中你靠努力，在4维世界中你开始觉醒，在5维世界中，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会知道你跟宇宙是一体的。当你愿意信任，你就会发现你不需要独自奋战，因为你早拥有宇宙无限的一个指引哦。宇宙会为你照亮接下来的下一步。这张牌的惊喜啊，我觉得不是来自于你做了什么，你接受什么，而是来自于你开始相信。可能第一组的朋友，你从来不相信有人愿意守护你，你反而会去问说，为什么宇宙给我这么多的一个难关哦？真正的反转是从怀疑自己转为信任生命。你们心中有光，前方也有光在等你，你是被引导的旅人，其实光一直都在，因为这张牌它是一个旅程完成的牌，它也是整个能量的一个整合哦。你们接下来我觉得并不是变得更完美，而是变得更完整了。在成为你自己的道路上，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你，你会更完整的找回你自己，所以并不是成为一个更好版本的你自己，而是更好的成为你自己。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也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哦，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哦。如果呢你想要成为塔罗占卜师，或是对于这个塔罗学习啊有好奇想要去探索的朋友，都欢迎加入。或者是你在人生旅途中感到很迷惘，想要找到一个工具跟方法支持你的话，也欢迎加入这个很温暖的学习的课程。好，我们下支影片见哦，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首先呢，你们的主牌能量啊是猎户之门哦。好，这张牌呢，其实有一种转换的能量哦。猎户座是晚上啊最耀眼的星座之一，那它有3颗并排的腰带星，它很像是宇宙在黑夜中为你画上的指引。那在灵性的传统中，猎户座它被视为是灵魂的入口，也就是它能够开启你跟更高维度的一个连结，它是你通往更高维度的一个通道。也就是说啊，我觉得这张牌很明显的告诉大家，有一扇新的大门正在你面前，准备要打开了。这张牌呢，在跟第一组的朋友说，也许你会认为说，我自己还在某一个困境中还没有解决，或者是说我还在焦急的等待一个结果，但其实啊，你已经站在一扇新的大门之前了，跨过去打开这一扇门，你就会遇见全新的自己。还有大家可以看到橘黄色的一个天空哦，橘色它代表行动的火焰，那上方的这个蓝色代表宇宙的智慧。也就是说呢，其实第二组的朋友啊，当你行动起来，宇宙就会给你指引，给你回应哦。好，你们所需要的，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鼓起勇气，轻轻的跨过去，再尝试一下走出舒适圈，走出那一步。你一旦跨过去之后，你会遇见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全新的自己。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其实宇宙的智慧会为你带来一个很清晰的指引。所以这是鼓励大家跨出去，有勇气去跨出去，去迎接接下来要展开的这个新的世界。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哇，这张牌不得了了，它是多重宇宙哦。我们仔细看一下这张牌，感受一下这张牌给我们的能量哦。好，牌面呢是一片紫蓝色的星云，有无数的小光点，它很像是无限的事件正在旋转，中央有一个能量的漩涡，
仿佛在呼唤我们靠近。好，这张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就是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人生不是只有一个剧本，宇宙存在着无限的可能，而第二组的朋友，你们随时都可以切换，去选择不同的路径哦。你们不要以为现实只有一种样子，你其实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版本的你自己，你不需要再用旧有的框架、思维框架去框住自己。这是一张真的非常有力量的灵魂牌卡，它不只在提醒第二组的朋友，现实中有多种选择，有各种样貌，你可以去尝试，你可以去走，它也是对你们灵魂层面的一个唤醒哦。你们并不是命运的囚犯，你们是命运的创造者。所以大家的人生啊，你并不是说一辈子就注定要这样，你并不是说你就是被命运好像安排你要走怎样的路，或是说安排你要发生什么事就要发生什么事情，并不是这辈子只能这样。你的每一次选择，每一个念头都可以去打开一个全新的宇宙。还有你旧有的信念，它很像是限制你的程式码。如果你习惯用过去的一些失败的经验，或是害怕、恐惧的经验来判断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的话，你可能就会卡在那个频率中，不自觉的一直在重播一些烦恼、痛苦，还有绝望，或是重播一些悲剧。这张牌出现就是邀请你，我们要转换频率，转换频道。我们真的不需要再被过去的剧情，你不需要自己再重播，我们不需要再被过去的这个剧情框架住。我们要的是跟随自己的直觉，它就是打开多重宇宙的钥匙。跟随你自己的直觉，信任你内在的声音哦，它会带领你去到你真正该去的地方。那这张牌我觉得他也在问大家说，你有没有一直活在某一个旧版本的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是你一直想做，但一直又告诉自己说我不行、不可能的事情呢？你是不是忘了其实你可以去改写整个故事线，改写接下来的走向哦。好，这张牌啊，你正在接触到的不只是新的可能性而已，而是一个全新的维度。因为在五维的世界中，你的意识就是你的创造力，你所想到的世界其实现在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当你选择相信的时候，你就能走向那个版本的现实。所以这组的朋友啊，持续的去练习跳脱只有一种可能的思维，问自己说还有什么选项是你没有想到的。你们要开始信任自己的直觉。当你心里突然有一个没来由的一个想法，但是你就觉得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去跟随你的直觉哦。同时大家可以具体的想象自己想要的人生的版本，你们想要开启哪一种宇宙，哪一个宇宙呢？那你今天做的选择是不是能够让你更靠近你想要去的地方呢？宇宙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们有能力切换频道，你们不是活在一个固定的现实框架中，你是活在你选择的版本中。你们的未来不取决于过去，而是取决于你现在做的每一个决定，你敢不敢去改写。如果你现在感到困惑，感到被卡住，或是怀疑自己的话，这一张牌就是宇宙在传递给你的讯息，它非常的明确。第二组的朋友，你有别条路可以走。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现实它并不是唯一的，你们可以选择跟宇宙共创另外一条路。如果你不喜欢、不满意现在的道路，或者说现在这个频道，你们永远都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是元素精灵哦 ，Elementals。好，这张牌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金色的背景，然后有这个光点，很像是荧光闪烁。中间呢有两个精灵一般的人影哦，他们的头顶发光哦。然后这里还有很多水跟大地的一个元素哦。所以
宇宙想要跟大家说，其实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并不孤单哦，大自然的力量跟元素正在支持着你。那什么是元素精灵呢？在文艺复兴时期哦，炼金术士跟神秘学家都相信，自然界它不只是物质的一个组合，它还包含了一些隐形的力量跟守护灵。这些守护灵呢，就被称为元素精灵，有地灵、水灵、风灵跟火灵。所以大家知道吗？这4个元素，大自然的力量，它都在跟你共鸣。土的稳定，水的流动，火的能量，还有风的智慧，都融入在你们的身体中。你们跟大自然的连接从来都没有中断。这张牌要大家回到一个最本质的地方哦。好，大地、流水、风的吹动，还有这个火的能量哦，这些东西啊，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可以去接触的，也是很实质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它，我们以为它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或者是只是一个冷漠的元素，其实不是哦，它们是有意识、有智慧的能量体，它在你的生命中无声的支持着你。土灵在跟大家说，稳稳的站在地面上，你是安全的。水灵在跟大家说，允许你的情绪流动，你是被爱拥抱的。风灵在跟大家说，听你的心，那个才是真理。火的灵魂在告诉你说，其实大家是有创造现实的力量去点燃它，你是可以把你脑海中的想法变成现实哦。好，那大家你们也可以就是想象一下，你实际的跟大自然连接，跟森林、流水、阳光还有微风做连接。你可以实际的就在日常生活中去体验这种跟大自然的一个连接，走出都市的丛林，去重新的连接这些元素，让他们的智慧跟力量进入到你的体内，去平衡你的4个面向哦。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并不是孤单的，你们是大自然的孩子，4大元素都跟你同在。当你跟大自然连接的时候，你就是在跟你自己的本源对话。所以呢，当你觉得孤立无援的时候，请记得大地、天空、阳光还有微风都在支持着你。那牌面上的绿色啊，它代表丰盛跟疗愈，这些金光闪闪的这个光影跟光点，金色它代表祝福跟灵性上的加持哦。其实第二组的朋友，当你愿意跟大自然连接的时候，你们就会获得无条件的祝福。这张牌是属于4维的功课，就是连接哦。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们并不是一个很孤独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体，你们是更大的能量网络中的一部分。你真的不孤单，宇宙所有的能量都与你同在。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是 Quest 探寻哦。牌面上啊，我们可以看到沙漠，金光闪闪的沙漠。那前方好像有一座山峰，它是被金色的光照耀。在正中央啊，有一个穿着长袍的旅人哦，他正在往前走。这张牌的讯息是什么呢？灵魂邀请你去展开新的探索，因为刚刚说过嘛，你们有这种多重的宇宙、多重的世界、多种道路可以选择。接下来就是要去探索你的人生，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你们会继续往前走。那灵魂会给你一些线索，会给你一些就是想法，你要怎么走呢？所以你并不是在迷路，而是你在完成灵魂所给你的任务哦。很多朋友你可能会现在觉得很迷茫，你觉得我的人生不断的在绕路，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不像其他人一样就是直线的前进，为什么我总是走冤枉路，我总是在感情中经历了不对的人，然后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哦，金钱上也是，为什么我有一些错误的尝试，这么多的经验，好像你觉得是把你人生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达到的理想不断的往后推延跟推迟。这张牌想要告诉第二组的朋友，你所遇到的每一个
困难、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你的灵魂要给你的线索。你们并没有迷路，你只是在经历一场灵魂给你的任务哦。你们现在正走向一个全新的里程碑。好，这张牌的出现呢，它并不是要你解决问题，而是要你穿越经验，活出你的冒险精神跟你自己的灵魂使命。有的时候人生并不是一条直线的这个道路，而是一条通往灵魂觉醒的旅程哦。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走错了路，或是人生弯弯绕绕的很多的挫折，但是这张牌要提醒大家，这不见得是错的路，很可能是你的灵魂特意选择想要去经历的一个路径，或者是说在这个路径有一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这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中、课题中，你们学习到了什么样子的经验？你们正在走的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轨迹，而且你们内在有智慧，也有力量可以去往前走。可能很多朋友，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到现在都还不一定完全相信自己的内在的智慧跟力量，但是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远方的山峰还有这个金光闪闪的光芒，代表说你们的目的地是更高层次的自己。你走的每一步路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它正在靠近你自己的灵魂高地。好，黄色的金色的光其实象征的是希望、启示跟突破。就算你觉得前方路途道路不明，很不知道方向，但是你的灵魂知道方向哦。你们正在解锁的是你的灵魂地图，所以第二组的朋友啊，你面对的挑战可能藏着一些灵魂需要你去学习或是洞察的能力。那有一些弯路，你看似弯路，但其实会成为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你的人生是一场冒险的故事，你们的人生的路径其实会越来越精彩的。困境并不是为了阻挠你，它是灵魂的线索、灵魂的探索。真正的旅程是成为最完整的你自己，所以它很像是一个灵魂进化的任务，也是四维到五维之间的一个桥梁哦。在四维的世界中，你开始跟内在对话，你开始察觉人生的一些深层的意义。在五维意识创造的层面，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越来越理解，这一切的挑战都是灵魂的创造。你正在活在一个自己选择的剧情中，接下来你要怎么选择？你可以去选择，你们可以去探寻。好，你会找到你想走的路。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过去在你生命中一些重要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你，它是如何引领你去成为今天的自己。你们接下来其实可以允许自己走慢一点，这个是探索，它并不是短跑，它并不是冲刺。你可以多想想再走，累的时候就休息，没有关系。你们是带着觉知去走的，每一步的路都含着一些指引哦。有的时候这个不确定性啊，它很像是游乐园的一个入场券。在人生的这个游乐园中啊，你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说你不知道体验完了这个游乐设施之后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也许你是害怕，也许你不想玩等等。但如果你不去玩的话，你就只能看别人玩，或者说就浪费了这一个人生游乐园的门票。我看见你们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的确定，但是仍然愿意出发，因为这个就是属于你们探寻的一个过程哦。这张牌没有告诉大家说你一定要去哪里，这一切都是你灵魂的选择，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看见的是，好，经过探寻，你们会走在路上，而那一条路就是你选择的答案。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下面这张牌哦。这张牌是猫。我之前呢，好像也有在其他的大众占卜中有抽过这张牌哦。好，
猫这张牌啊，想要告诉第二组的朋友，真正的答案不在外面，而在你的心里哦。这只黑猫啊，眼神闪烁着神秘的光，它很坚定，它很像是猫中的这个国王哦，它非常的有自信。它在告诉你说，安静下来，你的内在已经知道答案了。其实你一直都知道，只是你不确定究竟能不能够相信你自己。好，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比你想象的更有力量，这份力量就来自于你最深层的宁静跟觉醒。你们的惊喜啊，你们的转折啊，很大一部分我觉得来自于你们会像猫一样停止讨好，停止去讨好别人，停止去委屈自己，或者说停止过度的去让步。你会放下焦虑，你会跟着感觉走，你们更加的独立，更加的有自信，就像这只猫一样，它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有自信。猫在灵性里面象征的是一个直觉跟独立，所以这组的朋友啊，你们会拥有你的独立的自信，然后好像很优雅的在完成身边的很多的事情，而不是一味的依赖外界的一个声音哦。其实你的心比你想象的更清楚，你的心其实知道答案的，只要你安静下来，你就能够去听见那个答案。这张牌啊，想要带给大家一些无为的课题哦，也就是当你愿意跟你自己的灵魂对齐，当你愿意相信你的直觉的时候，其实整个宇宙都会为你让路。你们收到这张牌啊，其实真的可以去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或者是一个安静的晚上，不要接触人，也不要滑手机，不要看电视，就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你内在的声音会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建议都更值得信任。也就是说，你们接上来呢，不再是寻求答案，而是活出答案。在五维的意识中，大家不再依赖外界来建构实相，而是从内在去显化外在的世界。好，我看见你们的这个惊喜啊，来自于你的内在。安静并不是一个懦弱，它是一个力量的源头。当你刻意静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你的灵魂去创造一个很大的空间。你需要的答案其实就隐藏在你自己为自己创造的那一片宁静当中哦。你们不需要去问别人，不需要去追问别人，你先去问问看你自己。猫它并不需要群体来认可它的选择是什么，或是跟别人讨论说啊我这样对不对，它有一点很做自己。其实你们也是，你们的答案不需要别人赞同，或者不需要别人附和才成立。你的直觉就是你跟宇宙的连线，当你选择相信你的直觉的时候，宇宙也会配合你去行动。你的灵魂会告诉你说，就是这里，就是这个选项，这个就是我要走的路。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牌哦。哇，我们的下一张牌是好运的代表锦鲤哦。锦鲤啊，在东方的文化里，它不是普通的鱼。锦鲤啊，它象征着福气，还有能量，它有吉祥的意思。还有锦鲤，它是一个很尊贵的能量，它在优雅，就是它的行动是很优雅，但在这个优雅当中啊，又蕴藏了一些爆发的力量。所以这一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获得财务上的一个祝福跟丰盛。你们的努力不会白费，你的坚持正在转化成丰盛的能量。这个金色啊，代表财富还有祝福，红色代表勇气跟生命力。所以其实这张牌讲的就是水到渠成，你所经历的每一份辛苦，每一次看似没有回报的这个付出啊，其实都在为你的未来铺垫成一条通往丰盛的道路。很多朋友你可能觉得工作很辛苦，或是没有成果，或是一次一次的去拒绝，被拒绝，被客户拒绝，或者是你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有一点心力交瘁。请你提醒大家哦，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其实都酝酿着一个巨大的回报。有些朋友只是在感情中
觉得投入了很多，但是却没有得到回报。其实锦鲤也在告诉大家说，你所散发出你的这个爱跟善意，你投入出去的这个善跟爱意，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到你身上。这个能量有点像是，不见得是你付出在这个人，这个人就会100%的回馈给你，可是他会在其他的地方给你一些你想不到的回报。宇宙正在安排好运，那你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的相信，继续的前进。好运它会在一个你很没有意料到的这个时刻，有点像是意外的时刻，悄悄的出现。也就是说，我觉得奇迹正在发生，你们要相信，而且这个奇迹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物质上的祝福跟财务上的一个丰盛、财富。金钱这一方面呢，大家不要担心哦，因为锦鲤这张牌告诉大家说，其实在物质世界中的这个祝福的能量，你们是很够的。好，我们继续看一下下一张牌。好，这张牌超可爱的，它是小瓢虫哦。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你们结合了锦鲤跟这个小瓢虫的这个幸运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不仅有很大的财富上的祝福，还有这个生活中一些微小的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还有一些好运的征兆。你的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小惊喜跟小祝福哦。这张牌其实是一个温柔的提醒，想要告诉你说，去欣赏每一个生命当中宇宙给你的小礼物。好运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也许是你今天好突然联系上一个很久不见的好朋友，他能够帮你解决你困扰很久的问题，也或者是说你在群组中询问陌生人，刚好他给你一个什么样子的资讯，或者是大家偶然之间呢就接收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它是一个跳板，它是一个好像通往另外一个阶层，或说另外一个渠道的机会，你拿到了这样子的机会。好，很多的大翻转其实都藏在一些小小的你看似很平凡的日常中哦。宇宙其实会想要在你生命当中给你很多这种小小的亮点，这些小小的亮点它很像是小小的信号灯，它正在引领你走向更大的丰盛。也就是说，瓢虫这张牌想跟大家说的是，你们的生活中会开始出现一连串的意想不到的好事，它很像是一个小小的但是又充满惊喜的礼物，然后会慢慢的为你堆叠成一个很完整很美好的幸福感。也就是说，你们不需要好像就是努力的去挖掘说我的好运在哪里，其实你的好运就藏在每一个日常的小细节中，当你可以看见它的时候，你就可以拥有它。它是一种很像是很轻柔的力量，轻轻的落在你手掌心的这种祝福跟提醒。好，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宇宙要给你的祝福啊，它并不是用喇叭很大声的告诉你说在这里你要往这边看，就是不是那种大声公告诉你说这边有一个好运，而是它可能藏在某一个人的讯息，或是一个微笑，或是一句话，或是一杯茶，一个帮助当中。所以你要看见有些东西你以为很普通的事情，很普通的日常，其实这当中有礼物，有祝福。所以大家可以放慢一点，你可以发现其实好运它并不是在遥远的未来等着你去发现，而是你现在正在经过的每一个瞬间。有些朋友可能会常常觉得说我的好运到底什么时候来？别人好像都比我幸运，我好像一直都被宇宙遗忘，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的生活真的很平淡，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亮点。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不是你没有幸运，而是你没有停下来看见你的幸运哦。这个又说到无为意识中的一个感知哦，你的现实是你的注意力创造的。当你把注意力从缺乏移到存在，从一个匮乏移到丰盛，从等待转向接收的话，整个世界的实相就会开始转变。
那小瓢虫这张牌呀，很可爱的提醒大家说，其实你不需要做的更多，幸运已经开始流向你，你只需要去打开你的感受力。要怎么打开你的感受力呢？大家可以练习去记录一下你的小确幸，每一天呢，可以写下一件让你觉得很感谢的事情，或者是说多停留几秒在那些看似很平凡、看似没有什么的日常时刻当中，比如说早晨的一抹阳光，或者说一个善意的回复，或者是说你看到了天空中的彩虹，或者说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等等的。同时啊，也留意一下生活中有的时候一些突如其来的巧合，你会想说怎么那么巧，这可能就是宇宙想给你的一些幸运跟小礼物。好，我们来看到下一张牌哦。你的下一张牌是我们的藏宝图哦。哇，这张牌出现在这边，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及时哦。它很像是一位睿智的向导，在大家探寻的过程中出现，来帮助大家哦。还有点像是一个很智慧的导师或是长者，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其实你没有迷路，这个就是藏宝图，你就照着这个藏宝图走。好，这张牌想要跟大家说其实你们正在被宇宙引导，你们正在走在寻找宝藏的道路哦。你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只是漫无目的或是没有方向的，其实你走的每一步都是线索。你们并不是在绕路，或者说你并不是在走冤枉路。地图上的每一个弯跟每一个符号都是宇宙为你准备的线索，这些线索可能是一个新的技能，一个宝贵的经验，甚至是一段你意想不到的关系。那这些呢，都是你最终可以解锁，可以找到宝藏的这个关键的拼图哦。所以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我觉得你们正在接近一个很大的发现或是突破。它可能是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机会，或者是一个时刻，这个时刻会让你感觉说原来我之前经历了这些，原来我之前所做的这些努力跟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它是一个顿悟的时刻。你们其实并不是在寻找一个终点，而是你一步一步的在解锁宝藏。每一次的困境它都是藏宝图上的一个线索。好，你们其实没有在好像弯弯绕绕，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是在收集一些很关键的资讯，很关键的灵魂碎片。与其就是每天说还要多久才能到，你更可以去关注说我今天又发现了什么，我今天又解锁了什么。当你信任这张地图的时候，终点的位置会为你发光，而且这边呢有为你指路的这个指南针，其实就像你们的底牌猎户星座一样，你们是被指引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你最终会去到哪里。因为你们最后这个藏宝图的终点就是宝藏，你们就是要找到宝藏，你就是要去跟更高层次的你自己见面，去对齐。你们并不是从地图中的一个点走到另外一个点，而是你正在经历一场与更高维度的你自己的灵魂重逢的一个探寻的过程。其实这个地图已经画好了，那你只要专心的活在当下，专心的走你现在走的这条路，这个你选择探寻之后选择的道路，用心去感受最终呢，其实你们会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哦。好，当大家特别在人生低潮的时候感觉到迷路、困惑，或是质疑为什么宇宙要这样子安排，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请记得这个藏宝图给大家的讯息哦。有的时候并不是你在寻找宝藏，而是宝藏它在想方设法的一步一步的把你引过来，引到他的身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哦。The world is your oyster。 好，这张牌呢，我觉得出现在这边它很像是一个压轴登场的光亮闪光哦。它是一个很荣耀的
回归的能量哦。这个在说什么呢？这张牌其实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寻找你人生的价值，而是说你的价值已经存在了，你现在就很有价值，是时候让整个世界看见你的价值。这个世界是你的舞台，而你就是那一颗最珍贵的珍珠。好，世界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大，而且第二组的朋友，你绝对有能力去探索，去展现你自己哦。你们就像是这个牡蛎壳打开啊，里面那一颗闪闪发亮的珍珠哦。你们其实现在当下的你自己，就是值得被肯定跟值得被看见哦。这张牌跟大家讲的是，你们的价值正在被发掘跟看见。如果你过去长期觉得自己不受重视，或者说考运很差，明明实力这么好，但实际上场的时候就是出了一些差错，或是没有办法发挥实力表现打折的话，这张牌再提醒大家哦，你们其实是独一无二的珍珠。可能你过去觉得自己很像是一颗被埋在沙子里的石头，你可能觉得自己很不起眼，但是现在这张牌绝对要告诉大家哦，珍珠的形成需要时间跟磨练，你过去每一次辛苦的打磨都是为了让你的光芒更加的耀眼，你的价值跟你的美丽正在被宇宙看见。很多的朋友你就觉得你自己只是很不起眼的一粒沙，你都没有发现你们已经变成珍珠了。如果你正在等待机会，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很快会有一个全新的舞台出现在你面前，这个舞台会让你毫无保留的展现你自己，会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你是一颗耀眼的珍珠。世界是你的舞台，你就是那一颗最珍贵的珍珠。当你准备好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大门会为你展开。你们过去可能已经累积了很多的能量，然后忍受了很多，也不断的在打磨自己，走过了很多的孤单或是等待的时期。现在呢，是时候让世界看见你了，你终于准备好去承接这个机会哦。牡蛎壳它其实就是机会的载体，它看起来很普通，但是里面却有这么珍贵的牡蛎。那珍珠就是你的光芒跟价值，是你用你的时间、痛苦跟你的坚持等待换来的礼物。好，你们即将被看见。这张牌想要跟大家沟通，你不需要去模仿别人的光，不需要去模仿甚至是别人的穿搭，别人在做什么就跟着做，你本身就足够闪耀。现在就是你站上舞台，打开壳，让世界看见你的时刻。你们绝对不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你们是被时间孕育出来的奇迹。好，这张牌呢也走到了五维意识中的一个显化的阶段manifestation。 所以大家你们已经完成了灵魂的淬炼，经历了学习，经历了等待，现在是一个展现的时刻。当你准备好绽放光芒的时候，这个舞台自然而然的会为你打开。所以请第二组的朋友停止去贬低自己，低估自己的价值哦。你本身就是一颗珍珠，你不需要别人去认证。然后请你准备接受舞台的邀请，无论是面试合作展演的机会，或是一些转机可能正在靠近你。好，你们需要去练习切换到一个我是值得的，然后我是有价值的这个频率中哦。如果你过去是一个不配得感很深的人的话，你现在要去转换一个频率，因为宇宙要用你新的频率来回应你。好，你要允许自己被看见。当你准备好拥抱自己的价值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会准备好拥抱你。你就是那颗珍珠，大家要相信这件事情，也是牌卡不断的在跟大家沟通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就是我们的选项牌哦。好，信天翁它飞过海面，展开了一场全新的灵魂的篇章哦。这张牌它是一个波澜壮阔的能量哦，它有一种持续远航跟一个比较
从高的视角去看，一个比较大的观点去看你现在的一个处境哦。宇宙想要跟你说啊，你的人生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壮阔的旅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风浪或者挫折怀疑自己。那蓝色的海，它象征的是信任跟希望。信天翁展翅，它的翅膀展开，哇，看起来非常的有力量。这整个过程啊，告诉大家哦，你们的旅程是远大的，你的灵魂是强大的。你现在所经历的风浪，不是要阻碍你，而是要淬炼你的翅膀。很多的朋友会烦恼说，怎么我的路就特别的难走？怎么我总是在逆境中呢？信天翁提醒你的是，其实这个长途的航程，它难免有波浪，但是正是这些波浪，让你的翅膀更加有力量，让你可以看见更美更远的风景。而且这张牌有一个很大的惊喜，是你们的旅程会迎来全新的突破跟全新的视野，比你想的更远更大。就像前面这张牌说的，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啊，你的价值就是要展现在这个世界眼前了。你现在所走的这条路，这指的是你们探寻之后选择这条路，最终会带你走向一个超乎你想象的美好境地。所以风浪它并不是阻碍，而是你翅膀的一个助力。你们并不是在对抗风暴，而是在驾驭风暴。你们的灵魂即将展翅哦。信天翁它是远距迁徙的一个王者，它能够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无惧风浪持续的航行。而它的出现啊，也告诉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的人生啊，它是一个深具使命感的这个很长的长征，很长的一个航行。你们的灵魂很优雅很坚定，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生的考验，会影响到你这个心情情绪上的一个起伏，但是宇宙的信任跟未来的希望都包含在这张牌中哦。我看见你们灵魂纯净的本质，即使经历风浪，你们仍然保持着初心哦。好，你们走的这条路真的是跟别人不同。你们要记住，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是特别的。你们走的这一条路是属于一条高视野、高灵魂目标的道路，所以你们这一生注定不平凡。你们不要只看眼前的风浪，请记得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你是为了更远的世界去展翅高飞，去航行。好，你们并没有错。如果你觉得现在很艰难，如果你觉得自己好累，如果你在怀疑是否应该放弃的话，这张牌告诉你说你并没有错，你并不孤单。好，这些东西它都会过去，它只会成为你人生中的过去的一个小点，它绝对不会绊倒你。这张牌呢，最后这张牌它进入到五维意识的整合阶段，接下来这个阶段，你的灵魂不再问为什么，而是开始问说，我如何运用我拥有的资源，我经历的这一切，我如何运用这些飞得更高更远。你们不是应对或是应付人生，不是对抗人生，而是你们跟整个宇宙共舞共振。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也想提醒大家，我可以去建立一个长程的人生观，用10年、20年的视角来看待现在的挑战。你们绝对不是一只小鸟，你是远航的，你是可以飞得很远的信天翁。暴风它可能会来，但是你们已经知道我要如何借力使力，借风飞行。当你愿意承认你这一生的使命，你就是为了这个远大的旅程而来的时候，其实这些风浪不再可怕，它会成为你航向自由的一个证明。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节拍，恭喜也祝福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最后呢，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完全上架完毕了。如果你想要把占卜当作副业，或是你对于塔罗牌啊、一些灵性的知识啊、显化吸引力法则的这些概念，想要进一步探索的话，也都欢迎加入我的课程。那里面都会有详细的解说，有问题的话也随时都可以跟米娅做提问。
欢迎一起加入，也希望塔罗牌可以成为一个工具，帮助你在探寻人生道路上成为一个就是你可以用来自己帮助自己的指引。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主牌能量哦。好，你们的主牌啊是一张非常鲜艳的鹦鹉，它的羽毛啊红橙黄绿交错，有没有很像彩虹呢？好，这张牌呢带着一种能量的律动感，它不单单只是一只鸟，我觉得它是一只来自宇宙的信使，它要带给我们的讯息其实很清楚哦。Watch your words， 要留意你说的话。鹦鹉啊，它是一种会模仿声音的鸟，它不会自己创造语言，但是它会把它听到的声音重复出来。所以宇宙其实在提醒你哦，你说出什么，它就会模仿什么，然后再回放给你。如果你常常说好难哦，我觉得我很倒霉，宇宙就会重播这样子的频率。但如果你今天开始说我愿意试试看，我正在进步，我值得更好的机会，这样子的话，宇宙也会把这个正向的讯息加强，更多的好事就会逐渐的被吸引到第3组朋友你们的身边哦。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哦，你自己习惯的口头禅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一紧张就会说啊，我一定不行。那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在很多事情上都显得没有信心。那也有人可能会习惯性的说没有问题，好，我可以的，我来试试看。那逐渐的，你们也会发现自己真的越来越能够去驾驭各种不同的挑战。所以这张牌其实我觉得它跟你们的生活连接非常的强，它在提醒我们说，言语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能够创造实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鹦鹉的颜色，红色跟橙色连接到我们的海底轮跟脐轮哦，象征着安全感跟创造力。那海底轮啊，它很像是我们能量系统中的一个地基，它位在身体的一个底部，它是尾骨的一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它跟安全感、稳定、生存有关，所以呢，这组的朋友，宇宙要给你们的祝福是，你会感觉到，你接下来会感觉到是生活稳定、有安全感，不怕没有钱，不怕没有人支持你。好。那如果你过去常常觉得你是一个很焦虑感很重，或是常常害怕失去，常常觉得没有安全感，或是对未来感到不确定的朋友的话，这张牌要帮助你大大的翻转，你的海底轮会稳定下来。接下来呢，金色的能量它连接到太阳神经丛，也就是说金色为第3组的朋友带来自信跟行动力，所以这整张牌啊，不只是在提醒我们说不要说负面的话，它也更鼓励第3组的朋友，你们可以你可以用色彩缤纷的话语，为自己打造一个像彩虹一般幸福的未来哦。你的嘴巴其实就是你的花园，所以请替你的花园种下美好的种子。当你说我在变好的时候，就像种一颗很好的种子一样，这颗种子会发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心愿会实现。这个心愿跟什么有关？跟你的语言有关，跟你的文字有关。未来的你会被更多人听见，你的文字、你的声音都会有影响力的散播出去，就像鹦鹉飞出去一样。我觉得你的文字、你的讯息、你的想法，它会飞出去，会影响别人。比如说有些朋友，你可能要去表达沟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你在创作一本书，你在创作一个比如说要用声音或是文字表达的一个讯息，或是有些朋友你正在准备一场很重要的简报，或是你想要透过社群媒体去发扬你自己的理念，也有些朋友你正在准备考试，它是需要用文字来进行的。好，这张牌说，当你
有意识的去使用一些正面充满力量的言语的时候，其实呢，你会获得你听众的认可跟支持。也就是说，你的言论、想法跟文字不再是个人的想法，它会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去影响、感动其他人的力量。比如说，你写出来的东西是能够去觉得被评审接受，然后觉得非常的惊艳跟赞赏，或是你说出来的话，面试官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切中要害，打动人心。也就是说呢，你说出来的话，你的文字会带领你朝向梦想更进一步哦。好，哇，你们既然还有这张牌狮子之灵哦，好。这一张牌啊，万兽之王狮子，他的眼神很坚定。大家知道吗？狮子他的一出场，他不需要跟别人证明什么，他不需要跟别人证明说我是万兽之王，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充满力量。这张牌提醒大家哦，其实你们真正的领导力不是靠压制别人而达成的，而是本身就散发着这个能量哦。你本身就是太阳。好，那如果你过去啊，在生活当中陷入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比如说你觉得你给很多，然后得到的很少，或者有些朋友你是觉得你是弱者，你一直都必须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你没有能力给出去的话，这样子的循环会被打破。接下来呢，你们会有一种平衡，然后真正的慷慨也是一种平衡哦。宇宙告诉你说，你们会勇敢的给，也会勇敢的接收，因为你们是真正的强者，你们给出去不会害怕别人偷你的点子，偷你的想法，你们其实分享出去是可以造成一个正向的正面的一个循环哦。主动分享或者说主动给予，你会得到一些真诚的回馈，那这个回馈你也要微笑的优雅的去领受。那在家庭里，可能你给家人一些鼓励的话，这个是慷慨，他们也会回报给你爱跟支持。你要允许自己享受这些慷慨的言语，这个就是一个平衡啊。然后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怎么说呢？被大家拱上神坛的位置，你会被尊敬、被看见，别人会把你当作指标性的人物，这种标杆的案例会把你当作方向去参考。所以你们是真正的王者，你们如何去达到这个位置哦？你不是靠着跟人家吵架啊，或者是吼叫啊，而是靠着你的气度、你的能力、你的分量，你能够大方的给出，也能够去勇敢的接受。你们是成为在一个混乱的环境当中，那个最耀眼、那个最气场稳定的人，而且你们的影响力会扩张，这跟前面这张牌的讯息其实是一样的哦。人们会因为你的真诚而靠近你，同样的许多的合作机会也会自然而然出现。我觉得你们很像狮子一样，有一种不怒而威，除了这种不怒而威的姿态之外，也带着一种让别人安心依靠的温度。很多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在事业成就上达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高度，你可能会建立人尽的声望，或是某一个领导的地位。有些朋友你可能正在朝着升迁、创业，或者说建立个人品牌努力。这张牌啊，告诉大家说，其实你的慷慨、你的大方会吸引贵人。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啊，你知道一件事情，别人不知道，那你到底要不要分享给他呢？可能很多人会有很多的考虑。好，如果这个人本来很强，但是你顾虑他的强，你顾虑分享给他之后，他会超越你。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他本来就很强，就算你现在不告诉他，他现在不知道，过一阵子他自然而然会用他的方式学会，而且他可能会跟你有敌对的竞争关系。好，如果你今天告诉他之后呢，他好吸收到这个知识，反而会跟你成为朋友，或者说你因为某个兴趣，其实可以去结识到不同领域的人。所以有点像是你们可以在领域中强强联手，你知道的东西分享出去，不要害怕说别人拿走了就会好像去窃取或是就是压过你，不会哦，就是他反而有一种这个人就算他现在你不告诉他，他有一天他还是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学会，但是你现在告诉他的话，他会
跟你去结合，跟你去联手，在其他的地方资源可以跟你互通有无。所以这组的朋友啊，不要再害怕功高震主，你可以分享你的知识资源，你会赢得你的社群啊、客户啊、同事啊、伙伴的一个信赖，你们的影响力会像涟漪一样扩散，你会达到一个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或是一个团队的成功，或是你会有一个我觉得算是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吧。哇，很厉害的一张牌。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讯息哦。这一张牌我觉得好美哦，它是圣殿。哇，这张牌有玫瑰的颜色哦，中间是一个拱门，然后四面啊有漂亮的花朵，玫瑰啊，朱红色。这张牌的讯息是打造你的心灵的一个圣殿。所谓这个圣殿啊，有些朋友可能跟你的宗教信仰有关，有些人可能会去教堂或是去寺庙等等，某一个跟你宗教信仰有连接的一个场域哦。那同样的，其实在你的生活的地方啊，也需要一个让你能够感觉到心安的角落。它不一定需要很华丽，它可能就是一张干净的桌子，让你可以书写，或者是说你的花园就是你的圣殿，或者是说你的房间摆满了你喜欢的东西的一个地方，有温暖的这个床跟棉被之类的。好，那这一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大家需要去整理一下，留意一下你的工作环境，或者说你自己的居住环境。可能在生活当中你很忙到忘记整理，可是你的心它其实是需要干净的空间哦，就像花需要干净的土壤一样。好，圣殿是你跟宇宙的一个连接站，它不在乎大小，而在乎心意。大家可以在家里去整理这样子一个干净的小角落，然后每一天呢花时间坐在那里面。就像前面说的，你可以坐在这里去想一想，对于一些自己正面的话、正面的言语，这个其实就是在你就是在跟宇宙传达一件事情，说我准备好接受礼物了。我看见你们未来的生活样貌真的会更加的有安全感，你会发现很多的灵感开始涌现，家庭的气氛变得更加柔和了，还有很多的人际摩擦会开始减少，甚至金钱的流动都会更加的稳定，你们的现金流会更加的稳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能量场变得很清晰，就像磁铁一样，它更容易吸引到丰盛。大家都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圣殿。为什么？因为这个圣殿就很像是在帮你的心灵充电。我们的手机需要充电嘛，同样的，你的心灵也需要充电。只要你愿意去打造这个角落，你的能量自然而然会回来支持你完成你的心愿。还有很多的朋友，我觉得这一组你们的心愿可能跟财务自由实现财务自由，提早退休，或者是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不再那么焦虑，或者是跟想要拥有自己个人的空间有关，比如说自己的房子。好，这一张牌告诉你，你们的心愿会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方式去实现。当你把你现在居住的地方整理的井然有序，创造出一个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的角落，你会发现你处理事情的效率提高了，焦虑感也会降低，甚至开始吸引到许多跟你磁场相近，能够带给你支持的贵人跟伙伴。也就是说大家要先透过打造圣殿这件事情，把你的接收器校准，宇宙的礼物才能够准确无误的传递出来。有些朋友则是可以开始整理你的公事包，或是你的一个工作的环境等等，把能量校准，宇宙的礼物才能够传递给你。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 Hold the light， 握住光。这张牌的画面超美的，大家有看到很多的瀑布，银色的月牙，还有在朦胧中我们看到一个远古的圣殿殿堂的轮廓。好，整体的能量是很神秘的。光呢，它代表的是你的信念。什么是信念？当外在世界还没有给你证据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相信？还有
这一组的朋友，宇宙想要提醒你们，因为我连接到的讯息是，很多的朋友你们其实是像有高敏感特质的一组人。好，你的敏感不是弱点，而是礼物。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能够感受到别人忽略的一些细节，你们能够去创造比别人更加观察细腻的作品，这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组的朋友，你可能常常在日常的生活中会有一种想法是，真的有人懂我吗？或是我的努力真的有被看见吗？有的时候努力了很久，答案成果还没有出现，就很想要放弃。但是这张牌明确的告诉你说，好，这个愿望实现的证据它一定会来，但是你要先相信你有光。就像种子埋在土壤里，你并不会第一天就看到它发芽，你需要每天浇水，每天灌溉，每天晒太阳。所以呢，大家想一想因为这边有I remember， 想一想，你记得什么事情？你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做什么吗？你记得你曾经梦想过什么吗？这些记忆就是你的光，它会帮你拼凑出你的灵魂地图。同样的，当别人还没有看见你的时候，你绝对要先看见自己。这个就是 Hold the line 这句话的一个意义未来的样子就是，我觉得你们会变成别人眼中的安定力量。只要你能够守住自己的信念，别人会因为你的稳定而被吸引。你们会进入到一个不再随波逐流，而是你自己就会发光，自己就是王者的一个状态。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有一些创意性的目标会实现，或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有些朋友你则是站上舞台被大众看见。有些人你们可能是音乐家、艺术家、作家，或是在一个准备的阶段那你的成果、你的作品需要时间发酵。或是有些朋友你是比较小众、比较冷门的一个领域，你在这个领域耕耘，你做的事情不被身边的人理解。好，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你内心的光终究会引领你找到对的道路。你的坚持就像灯塔一样，在茫茫人海中，真的懂得你的人，他会看见你的光。你所坚持的理念，你的敏感的天赋，最终会吸引跟你能够去理解你，能够去跟你产生共鸣的伙伴、恋人或是支持者。你们要相信自己的特质，不要把它隐藏起来，要相信自己，好吗？你再来看一下 Healing。 好，哇，这张牌很舒服，很纯粹纯净。牌面上大家看到清澈透明的海水，可以看见海底，月光洒在这片海洋上。疗愈已经发生了，疗愈正在路上。这些疗愈它不仅是身体上病痛健康的疗愈，还包含了情绪、人际关系、心灵的疗愈。这组的朋友，疗愈已经在路上，疗愈在发生你们慢慢的会发现，睡眠的状态变好了，身体的状态变好了，情绪更加的稳定，或者是跟某些人的摩擦，或是跟某类人的摩擦减少了。好，因为什么？你愿意慢慢的修复自己。这个修复它并不是一瞬间就痊愈，而是慢慢的一次一次的把这些健康，把这些好的习惯找回来。你们每一天每一个选择累积起来，其实都是一种温柔的修复。比如说吃一顿健康的晚餐，选择不熬夜，选择不滑手机，好，这些都是一种对自己温柔的修复。同样的，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中，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机会展开一场真诚的对话，把心里的结解开这也是一个疗愈的迹象。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说在未来你们会变得更加有韧性，不再像以前一样很容易就被别人的声音或是被外在的环境击倒。同样的，你们的心愿也会更加的容易实现，因为你的心灵被修复之后，它就像是一个最强大的磁铁，你们可以摆脱过去的阴影，
可以改善一段重要的关系，或者是重建你的健康状态。有些朋友你过去可能经历不止一段不顺遂的感情，或者说事业上的一个停滞，或是很多朋友你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环境，导致身心俱疲。接下来你会拥有心灵上的平静跟实质上的一个好转。很多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还会得到一个意外之财，这个意外之财可能帮助你支付你的疗程，或者是说帮助你支持跟某个人的关系，或者是说你会跟曾经疏远的一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亲人重温，就是重新修好，重修旧好。好，你身心灵得到修复之后啊，你会以一个更稳定的状态去迎接、去接受那一些过去你觉得你不可能实现、不可能完成、这辈子不可能完成的一些事情。当你修复好身心灵之后，你会一一去实现、一一去完成。好，下一张牌 Sadness 悲伤，允许情绪流动。好，这张牌的情绪非常的浓烈跟深厚哦。画面呢，我们看到一棵金色的树，它在夜空下闪耀。有一个人呢，他在树下静静的凝望，然后这个人他也是蓝色的一个身影哦。好，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允许悲伤，你才能完整哦。悲伤并不是我们生命中的敌人，它是一种爱的回音，爱的回声哦。你为什么会痛？为什么会悲伤？是因为你曾经深深的在乎过。很多时候，你急着把悲伤掩盖起来，想要赶快复原。但其实，如果假装没事，它并不代表你的伤口已经好了，它只是把伤口埋得更深。到最后，它还是会在某一天，好像突然的涌上来。所以宇宙想跟你说，你的悲伤需要一个仪式感，你的悲伤需要被辨认、确认跟释放。当你的眼泪流下的时候啊，其实你可以想象，就像雨水一样滋养这一棵金黄色的树的树根哦。好，有些朋友，我觉得有些在生命当中，你们来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阶段？是告别的阶段。你告别一些旧的故事。它可能是一段感情的阴影，告别一个人，即使你舍不得一次失败的经验，或是某一种长期的自责、后悔的一个情绪。当你愿意哭一场的时候，就代表你毕业了。要记得哦，宇宙想跟你说，不哭不代表坚强，你能够哭出来才是真的勇敢。你哭出来之后，你会变得更加的轻盈，更加的真诚，你的界限也会更加的清楚，你不再为了讨好谁而去勉强自己。我看见这个释放，这个悲伤的释放，会让你有更多的空间去迎接新的美好。好，你们终于摆脱了过去束缚你的一些事情，重获自由，迎接新生。你们会经历某一种心理上毕业的阶段，你愿意去面对，并且释放长久以来的悲伤、自责、愤怒、悔恨、不公平的情绪、委屈、难过的情绪。你会发现你不再被过去的经历所束缚，你们会达到一种情绪上的超然跟解脱。好，这个释放会为你的人生腾出空间，你们可能会开始去迎接，或者说想象新的恋情、新的旅程，或是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工作的机会，或是不一样的体验。好，接下来是 The Abyss 深渊哦，面对阴影。好，在悲伤这张牌之后，我们出现了深渊，蓝色的基调。好，画面中是一个深蓝色的海眼，有人呢，有船呢，好像往中间游，往中间下沉哦。这张牌是处理你内心的阴影哦，阴影的一个功课，不要害怕你的阴影。所谓阴影啊，阴影的工作 shadow work， 它是说呢，要去承认一些被你隐藏起来的部分，比如说害怕被拒绝，害怕自己不够好，或是有个信念说，我就是在感情就是会一直的不顺，我就是不被爱，不被祝福。
对我来说就是不可能之类的。你要去承认你内心相信的一些阴影，当你愿意承认说出来之后，阴影就会失去力量。可能你过去因为恐惧心里的某一些事情，某一个阴影而拖延，或是说你因为心里的一些阴影跟别人比较而产生很大的焦虑感。这张牌要告诉大家它出现在这里，这个深渊并不是要来吞没你，并不是要来啃食你跟包围你，它要来做什么？它要来邀请你看见真实，它要来让你进行一场自我对话，帮助你慢慢的释放恐惧。比如说呢，你害怕什么？为什么你有这个信念？可能因为你相信什么事情，所以你害怕，所以你有这个恐惧。然后告诉自己说，即使我害怕，我仍然选择做什么行动，或是怎么样子去突破。好，深渊里其实并不是只有黑暗看不见，还有你们未被使用的力量，潜藏的宝藏。我看见，大家知道吗？结合你们前面的牌卡，好，狮子 Lion Spirit， 好，你们未来你更不害怕站上舞台，更敢去分享自己的想法。当你能够跟恐惧共存共舞的时候，焦虑就不再主宰你，你的决策会更加的稳定，而且会思考更深之后再说出口。很多朋友，你们即将迎来好消息，是突破职业上的瓶颈，或是有些朋友会公开发表你的作品，或是跟某一些人、某一类人去建立一个好像深度的伙伴关系哦。有些朋友，你可能想要尝试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是你害怕失败，或者是说你心中有个想法，但是不敢跟别人分享。这张牌呢，想要跟大家说，真的，你们的心愿会因为你勇敢的面对内心的恐惧而实现。当你愿意潜入自己的深渊，你会发现你所害怕的失败、被拒绝跟恐惧，这些东西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即使真的失败了、被拒绝了，那又怎么样呢？其他的地方会接受你啊，并不是只有这一扇门啊。好，这种深刻的自我接纳会让你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跟魅力，让你的创作、你的专案、你的项目、你的作品、你的团队或是你的关系达到一个更深更稳的层次。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张牌，海星哦 The Starfish。 这张牌讲的是再生哦，哇，这张牌也是一个我觉得疗愈的能量相关的牌哦。我们看到许多的海星在沙滩上闪亮着，你们是有再生的能力哦。海星呢，它如果失去一只手臂，它是能够重新的长回来的。所以宇宙在告诉你们什么？失去不代表结束，而是另外一种新的开始。好，你可能觉得某个东西、某段关系就是没救了，还有我就是失败了，我说就是停滞在这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所有想过的方法，我想破头了，然后都没有解决之道，那怎么办呢？海星告诉你，你们有复原的能力，只要你愿意每天修复一点点，你就会长出新的力量。而且这个再生它不是重生，就是它不见得是走旧路，而是长出新的可能。可能你的人际关系会重新的流动，你的金钱现金流状况它会回稳，更加的丰盛。然后很多时候，如果这组朋友你们觉得自己在深渊、在低潮的时候，你不用马上的跳起来冲起来，而是让你的焦点专注在最需要的部分，先把那个部分长出来，先让你的心修复，其他的部分自然而然会跟上。也就是说，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先专注在那个最需要的部分上。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从一次失败中东山再起，或者是说
挽回一段关系，重启一个项目。可能你过去因为投资失利啊，灰心丧志，灰心不已，或者说你跟一个重要的人有误会，有隔阂，他不理解你。好，这张牌告诉你说，你会实现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迹，觉得前方无路了，其实还有路可以走。你所失去的东西，它并不是彻底的消失，而是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身边，是新的形式，它并不是走老路，走旧路。还有你可能会发现，过去经历那些失败，你会学到更加宝贵的课题，因着这个宝贵的课题跟经验，你会开创出一个更成功的事业，或者呢，你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状况下跟某一个人重逢，有机会去展开对话，修复彼此的一个关系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这张牌好可爱，它是瓶中信，宇宙有一些讯息漂洋过海要给你哦。那这张牌啊，它说的是意外的意料之外的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啊，哇，这组朋友啊，你们会收到一个可能是合作邀约，或是迟来的回复，或是让你觉得心头暖暖的消息。而且重点是这个讯息啊，它并不是你眼睛现在关注的这个地方，它是来自于其他地方，有点像是意外冒出来的惊喜哦。比如说呢，你的专注力可能就在前方的大门，或是前方要选择哪一条路，可是这个惊喜它突然从天而降，或是从你的脚边冒出来，或是从窗户丢进来，所以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哦，可能在你快要忽略的一个小角落，你就发现哦，原来有一个惊喜差点被我忽略了。有时候宇宙的祝福它会装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瓶子里。好，这个祝福啊，它会帮助你突破一个停滞的现状，或是呢，你会获得梦寐以求的机会，或是遇见一个很重要能够帮助你翻转人生的贵人哦。你们的心愿呢，会以一种哇，我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这样子意外的方式实现哦。比如说呢，你焦虑的等待某一家公司给你的一个回复，却意外收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的邀请，或者说你现在正在就是为金钱焦头烂额，正在筹资，突然呢一个久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啊，或是一个亲人，或是谁，他主动的联系你，好说他想要参与这样子的项目。这张牌告诉你大家你烦恼的事情会被解决，你不要紧盯的眼前你认为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机会，因为宇宙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为你送来更大的惊喜。这个惊喜不仅解决你现在这个难题跟困境，还把你的人生推向另外一次高潮跟高峰。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 The Ocean's Lullaby， 这个海洋的摇篮曲哦。哇，这个画面呢，是一群鲸鱼哦，它在深海中缓缓的游动。好，这张牌给人感觉很宁静哦。鲸鱼的歌声呢，是很悠长的一个旋律，不疾不徐的悠游在海洋当中。所以其实这张牌有一种放松休息的能量，我觉得它跟海星跟这个healing 它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有出现同样的讯息，所以必须再一次的强调这个疗愈跟治愈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第三组的朋友，与其往前冲追求更快更多更好，更不如是好好的先去休息。好，有些朋友你们现在可能处在一个位置是说你现在是一个学习者的阶段，或是你觉得你现在站在牛棚之下，你是候选的，你是备选的，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站上舞台。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不需要心急哦，因为其实你现在的每一个观察都是学习。比如说你观察别人是怎么做到的，好，观察你的一个导师，或者说一个正式上场的选手，他是怎么样子去完成，怎么样子去经营哦。你把这套方法学起来，因为你们未来有一天就是
你们是狮子之灵，你们要站上舞台的，你会去被大家看见。那很多朋友，如果你现在是在比如说实习者，或者说跟随者，或是学习者的话，你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你不需要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战斗，每时每刻都在想说我什么时候要出头天。其实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跟观察的阶段哦。真正的强大是懂得在需要的时候回到自己的深海，让自己的身体跟心灵的疲惫可以缓缓的就是放松，最终被溶解。很多的朋友，如果你现在需要休息的话，真的要给自己好好的休息。我们很容易被忙碌就是美的这个观念绑架，好像如果我不做什么事情，我就是耍废，我就是躺平，或者说半夜还在回讯息，觉得如果不回的话是对不起客户之类的。好，假日也在想的工作。但是这张牌金云的歌声摇篮曲，海洋的摇篮曲，真的想要告诉大家说，你值得被照顾。这份照顾就是从你给自己一个完整的休息开始。好，给自己设定一个休息的时间。好，不看手机，不回讯息，你可以听听音乐，泡个澡，或是只是静静的坐着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泡杯茶，吃点东西都可以。还有你们不需要特别去证明说我有休息，我真的有在休息你并不需要特别去证明说我有在照顾自己，我真的有。你只要享受它就好。有的时候你去休息并不是因为你累了，并不是因为身体要休息，而是因为你值得。我看见你们会变得更加的有耐心，不再急于求成。你会发现，当你真正放松下来的时候，很多原本棘手的问题，它反而会自动出现解决方案。你们的心愿会被实现，而且你不需要追着你的心愿跑，而是轻松的让你的心愿靠近。你们可能会找到一种工作跟生活平衡的方式，可以摆脱慢性的压力，或者说重新找回你内在的平静。你们的心愿会以一种安静的奇迹的方式实现，跟前面说的意外的一个惊喜哦。当你愿意放慢脚步，不再过度消耗自己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过去用尽力气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会因为你的放松而找到答案。可能是在脑海中灵光一闪的点子，或者是接触到一个让你感到安心的人，一段让你感到安心的关系，这个是在你预料之外的。或者是这组朋友，你终于拥有一面你终于可以好好的睡觉了，一夜好眠。真正的丰盛就源自于你们内在的平静哦。你们的灵魂需要这样子的摇篮曲，海洋的摇篮曲。你并不需要透过拼命的输出来证明你的价值，而是你要透过沉浸跟修养，才能够让你的力量真正的回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被说我要快一点，我要多拼多努力，我要做的更多。脑海中有这样子的声音推着你走，好像我停下来就是不好的，我停下来就是落后。但其实休息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肌肉在运动的时候会撕裂，它需要在休息中去修复，才能够真正的变强壮。同样的，你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休息，你的心愿再大，也很难去真正的落地，真正的实现。也就是说，宇宙想邀请大家，试着邀请大家去建立一种潮汐式的生活的节奏。怎么说呢？高潮的时候，你用力全心投入，但是当你低潮的时候，你也要允许自己放松。如果大海永远都在涨潮，那陆地有一天会被淹没。那同样的，如果大海永远都在退潮，整个生态系统会干枯。生命需要潮汐，同样的，你的身体、你的生活也需要潮汐。真正的强大并不是以拼命的输出，而是知道什么时候给自己一段休息的时光哦。你们的心愿正在实现，你需要的不是多努力一点，而是需要多呼吸一点。
当你愿意慢下来，真正的恢复才会展开，而这份恢复就是第三组朋友你们未来所有丰盛的基础。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今天的解牌啦，祝福大家。另外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已经全部上架完毕了。如果你对于塔罗占卜有兴趣，想要成为占卜师，或者是想要利用塔罗变成是一个自我对话的工具，帮助日常生活中做决策，或是想要学习显化法则对于显化知识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加入，让我们成为灵性道路上的好伙伴，一起学习，一起加油。我们下次影片见哦，拜拜。